许多长辈每天早晨都习惯剥一颗热腾腾的水煮蛋，就着清茶或白开水吞下肚，觉得既营养又省事。然而您可能万万想不到，水煮蛋如果吃的方法不对，肠胃迟早会出大问题。据医生观察统计，绝大多数老年人在吃蛋这件事上都存在一些误区。别看鸡蛋小小一颗，吃错了方式可是会埋下健康隐患的。为什么一样平常无奇的食物竟可能成为伤胃的凶手？今天我们就要深入剖析这背后的原因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对国人来说，鸡蛋更是餐桌上的常客。从早年的茶叶蛋、家常的煎蛋、炒蛋，到如今各种蛋料理，鸡蛋几乎无所不在。对银发族而言，鸡蛋价廉物美，营养丰富，被誉为平民补品。它富含优质蛋白质、必需氨、肌酸以及多种维生素，如维生素 A、B 群、D、E 和矿物质如铁、锌、硒。很多老朋友都相信一天一颗蛋，营养又安全。然而是药三分毒，再好的食物若吃错了方法，也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最近就有营养专家提醒，65岁以上的长者在吃鸡蛋时，特别要注意一些禁忌，否则补充营养不成，反而伤身。各位可能会好奇，鸡蛋这么营养，怎么吃还会有禁忌呢？让我们举个生活中的场景。张爷爷今年70多岁，身体不算差，每天早餐都坚持吃水煮蛋。有时他嫌麻烦，就干脆白水煮个5分钟，捞起来，蛋黄还是半生不熟就吃了。吃完蛋，他习惯性的倒上一杯浓茶解渴。这样的早餐对他而言已经持续了20年，从未改变。您觉得这样健康吗？张爷爷自己也一直深信不疑，直到最近他的肠胃开始频频抗议，时而隐隐腹痛，时而排便困难便秘，前阵子甚至还拉过好几次肚子。问题出在哪呢？其实答案就藏在他多年如一日的吃蛋习惯中。我们今天就要揭开鸡蛋的3大禁忌吃法，也就是老年人最常犯的3种吃蛋错误，逐一分析其中的科学道理和潜在危害，看看您或您家中的长辈有没有中招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概括一下这3大禁忌是什么，让大家心里有数。第一，鸡蛋未煮熟就食用。第二，空腹吃蛋。第三，鸡蛋与某些食物错误搭配。同时，我们也会谈谈有哪些健康的吃蛋方法可以取代错误习惯。听起来是不是都有点耳熟？别急，下面我们就一条条深入解析其中的原因和对策。看完本期，您一定能对鸡蛋有全新的认识，学会正确吃蛋，吃出健康。不少人偏爱溏心蛋那种嫩滑的口感，溏心蛋就是蛋黄没有全熟，仍然呈流动状的水煮蛋。一些长辈觉得溏心蛋比较软，好咀嚼，好消化。也有人认为蛋黄半生不熟，营养损失少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吃没煮熟的鸡蛋，非但营养吸收不佳，还潜伏着严重的健康危机。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，却可能在蛋里滋生的沙门氏菌。大家也许听过沙门氏菌的大名，它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，特别喜欢寄生在禽类、鸡鸭的肠道中。简单说，鸡蛋极有可能受到沙门氏菌污染。当母鸡感染了沙门氏菌，细菌会存在于它的粪便中。如果在产蛋过程中鸡蛋接触到粪便，蛋壳表面就可能沾染细菌。鸡蛋壳并非固若金汤，它其实布满肉眼看不见的细微孔隙，沙门氏菌等微生物可以穿透蛋壳进入蛋内，甚至有时候母鸡输卵管本身就带菌，细菌在蛋还没形成时就已经潜入其中。总之，生鸡蛋往往是带菌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摸过生鸡蛋要洗手，不建议吃生鸡蛋的原因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鸡蛋没有完全煮熟，那些潜伏在蛋黄或蛋清中的沙门氏菌就可能死灰复燃，随着您一口一口吃蛋而进入体内。接下来，沙门氏菌会在温暖的胃肠道中迅速繁殖，产生毒素，导致急性肠胃炎。通常在吃下受污染的未熟蛋后约12到36小时，症状就会出现，开始感到恶心、胃痛，继而呕吐，严重腹泻，还可能发烧。患者会虚脱无力，严重脱水。对于年轻力壮的人，撑一撑，补充水分，电解质，
多半几天就能扛过去，但对老年人来说，情况就危险得多了。长者本身抵抗力较差，脏器机能较弱，沙门氏菌感染在他们身上，往往症状更加猛烈，恢复更慢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沙门氏菌不只在肠道作乱，还可能突破肠道屏障跑到血液中，引发败血症、菌血症。一旦细菌入侵血液，各个脏器都有可能受影响。这种全身性感染对高龄者是致命的威胁，真实案例并非耸人听闻。就拿台湾的报道来说，医院曾收治过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，因为早餐吃了没有全熟的溏心蛋，结果当晚就开始上吐下泻，送到医院时人已经严重脱水并休克。检查发现正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败血症，老人家在加护病房住了半个多月才捡回一条命。还有几年前香港媒体披露，一位年仅4岁的男童吃了溏心蛋后离奇身亡，罪魁祸首同样是鸡蛋中的沙门氏菌。可见一颗小小的鸡蛋如果没处理好，竟可能酿成多么严重的后果。也许有朋友说，我从小到大也吃过半熟蛋啊，怎么没见得生病？不错，沙门氏菌污染鸡蛋的比例并不是100%，中招就像中奖，很多时候您吃到的蛋没有细菌，自然相安无事。但是我们无法靠外观或味道判断一颗生鸡蛋是否带菌，就好比瞎子摸彩球，摸到了那颗倒霉的黑球，就麻烦大了。试问各位，健康是自己的，能拿生命去碰运气吗？与其心存侥幸，不如防患未然。顺便说一下，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不少老人家习惯把生鸡蛋打进温牛奶或黄酒里喝，觉得这样最营养滋补。那时信息不发达，大家不知道生鸡蛋藏着危机，偶尔喝了不出事，只是侥幸。然而也有人因为吃生蛋染上肠胃炎而不自知，反而耽误了身体恢复。现在我们明白了生蛋的风险，所以无论是想疗病养生还是补充营养，都不建议吃生蛋或半生蛋。再好的营养，如果方式错了，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因此，第一条准则就是，鸡蛋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。所谓煮熟，就是蛋黄和蛋白都要从液态变为固态凝固。煮水煮蛋时，水滚后至少再持续煮8到10分钟。蒸蛋时确保蛋液完全凝固，中心也达到足够的温度。煎荷包蛋时，最好把两面都煎到蛋黄不流动。在家煮蛋，宁可多煮1-2分钟，保险一点，也不要贪图软嫩而欠火候。若剥开煮熟的蛋，发现蛋黄外围有一圈灰绿色，那说明煮得有点过头。蛋黄中的铁和硫作用生成硫化铁所致，虽然无毒无害，但营养口感已稍打折扣。今后煮蛋可以稍微缩短一点时间，但千万不要反其道而行，故意煮不熟吃溏心蛋，这对老年人来说太危险了。切记，鸡蛋不可带生吃，更不能生吞，特别是老人、小孩和孕妇这些抵抗力较弱的人群，更要对生鸡蛋敬而远之。有人可能担心，蛋煮老了会不会营养流失？其实鸡蛋的主要营养是蛋白质和脂肪，这些在煮的过程中并不会被煮跑。相反，煮熟的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。科学实验发现，全熟蛋的蛋白质吸收率可高达90%以上，而生蛋的吸收率可能不到50%。换句话说，吃生鸡蛋不但有细菌风险，营养还折半，根本划不来。所以长辈们大可放心把蛋煮熟煮透，不用担心营养价值降低。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那些没被煮死的细菌。如果您特别喜欢嫩蛋的口感怎么办？建议可以选择别的方法来达到嫩滑的口感，同时又能确保鸡蛋熟透杀菌。例如蒸蛋、蒸水蛋、蛋奶羹就是个好选择。将蛋液加水打散调味后蒸熟，做出滑嫩绵密的蛋羹，口感软绵又彻底煮熟，非常适合牙口不好的长者。另外还可以将蛋打散倒入沸水或汤中煮成蛋花，也是熟而不老、柔软好消化的吃法。总之，尽量避免任何带有生蛋黄、生蛋清的吃法，像日式生鸡蛋拌饭、生蛋奶饮料这类生食鸡蛋的做法，老年人更是应当敬而远之。别忘了，病从口入，这句老话可不是说着玩的。此外，
当您在外用餐时，也要留心某些食物里暗藏生蛋，比如日式料理中的温泉蛋，只是略微加热，蛋黄仍呈糖心状，其实并未全熟，长者最好不要尝试。再如一些西式酱料和甜点，传统蛋黄酱、美乃滋，有时采用生蛋黄乳化制成，意大利的提拉米苏甜点也使用了生蛋，这些都可能潜藏细菌风险。对于老年人，以上食物能避免就尽量避免，如果一定要吃，也务必确认商家使用了经巴氏杀菌消毒的蛋制品，安全永远应该是我们饮食的首要原则。最后再提醒关于鸡蛋卫生处理的小细节，买回的生鸡蛋壳上可能沾有脏东西，接触生蛋后一定要彻底洗手，这对预防沙门氏菌很重要。保存鸡蛋时最好放冰箱冷藏，因为低温可减少细菌繁殖速度。从冰箱拿出的蛋要尽快料理，不要在室温下放太久。煮熟的鸡蛋如非立即食用，2小时内要放入冰箱保存，并在隔天内吃完。再次食用前务必充分加热。如果煮熟的蛋在室温下放了一整天甚至过夜，建议还是丢掉别吃，以免上面滋生的细菌引起肠胃不适。食品安全无小事，再好的胃也怕坏东西的折腾，所以我们要在源头上就做好把关。总之，杜绝生蛋、半生蛋入口，这是保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。当您认真把每颗鸡蛋都煮熟煮透，再安心享用它的美味与营养，就不用担心把细菌和疾病也吞下肚去啦。清晨吃鸡蛋对很多人来说已成习惯，但是您是否也是空着肚子就先来一颗蛋呢？许多年轻时注重身材的长辈甚至拿水煮蛋当减肥餐，一早只吃蛋不碰其他东西。听起来一颗鸡蛋下肚就有6到7克蛋白质，营养满满又不会撑胃，好像很不错。然而事实上，空腹吃蛋既不能充分发挥营养，长期下来还可能对胃造成伤害。我们从2个角度来看空腹吃蛋的问题，其一，营养利用效率降低，其二，可能刺激胃肠引发不适。首先谈营养吸收，空腹时人体处于能量匮乏的饥饿状态，这时候吃进去的蛋白质会被身体优先当作能量烧掉，而不是用来修复组织或增强免疫。科学研究指出，如果缺乏碳水化合物等即时能量来源，蛋白质就会被迫转化成葡萄糖来供给身体活动。换句话说，空着肚子吃下的这颗蛋，有相当一部分蛋白质并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，而是被当燃料消耗掉了，营养等于打了折扣。而且只有一颗蛋往往提供不了多少热量，1-2个小时后胃里又空了，对保持体力也没有帮助。再来，空腹摄入大量蛋白质对肝肾也是一种负担，因为蛋白质代谢后会产生氨、尿素等含氮废物，肝脏需要把氨转化为尿素，肾脏则要将尿素排出体外。如果我们一下子吃进过多蛋白质，哪怕只是一颗蛋，对空腹状态也是比较集中的蛋白量，肝脏和肾脏就得加班加点来处理这些代谢废物。对于肾功能正常的人，这点额外负担短期内问题不大，但对于一些年长者而言，本身肾脏滤过功能已经下降，长期空腹高蛋白饮食无形中可能加剧肾脏的劳累，尤其慢性肾病患者更要避免空腹摄入过多蛋白，否则容易加速肾功能恶化。当然，单颗鸡蛋的蛋白质量有限，但有的长辈早餐喜欢连吃2-3颗蛋，却不配其他食物，这样蛋白质量就相当高了，同样可能对肝肾不利。除了营养利用率的问题，空腹吃蛋对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早晨空腹时，我们的胃里几乎没有食物，但胃液中的胃酸已经开始分泌，准备迎接食物。鸡蛋属于高蛋白食物，会刺激胃分泌更多胃酸来帮助消化，结果就是空荡荡的胃里一下子充满了强酸，再加上一颗难以快速分解的水煮蛋，胃壁就容易受到刺激。水煮蛋本身比较扎实，如果没有其他食物混合，胃的蠕动只能和这个圆滚滚的蛋硬碰硬。很多人空腹吃蛋后会感到胃部不适，比如隐隐作痛或反酸，这就是因为胃酸过多，蛋白质凝固难消化所致。其实中医也有类似的看法，传统养生主张早晨起来先喝温开水，吃些易消化的稀粥点心，认为空腹不可进食太滋腻后味之物，以免伤脾胃。
鸡蛋属于营养浓度高的滋补品，空腹大量摄入正好应了中医所说的滋腻，容易爱胃。因此东西方医学在这点上可谓不谋而合。空腹单吃高蛋白食物确实不是明智之举。来看一个真实的情况，李奶奶为了养生减重，连续1个月早餐都只吃白煮蛋配清水，别的都不碰。开始几天她觉得有饱足感，但1周后就经常感到胃里灼烧般难受，还时不时打酸嗝。到了后来甚至开始胃痛，不得到医院求诊。医生一问她的早餐习惯，就指出问题，空腹吃蛋伤胃啊。原来李奶奶本身有轻度胃炎，长期一大早就给胃大量蛋白质和强酸刺激，导致胃炎加重发作。调整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医生建议她早餐除了蛋，加一些苏打饼干或稀饭垫垫肚子。李奶奶照做之后，胃舒服多了，体重也慢慢下降至理想范围，整个人反而更健康。从这个故事我们得到启示，早餐吃蛋没错，但一定不要空着肚子单独吃。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搭配其他食物一起吃，特别要有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和富含纤维的蔬菜水果。例如，您可以把水煮蛋切片夹在全麦面包里，做成营养三明治，或者吃蛋的同时配一碗燕麦粥，加点青菜，再不然喝杯牛奶、豆浆也行，至少给胃里添些电子。这么做有几个好处：第一，主食提供碳水化合物，能迅速功能，让蛋白质不至于被当作热量浪费掉，从而提高蛋白质用于身体修复的效率。第二，其他食物稀释了胃酸，避免让蛋白质在胃里被过度凝固，减轻对胃壁的刺激。第三，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防止因单独吃高蛋白而可能引起的便秘。很多银发族反映，把早餐改成蛋加麦片或蛋加稀饭后，明显觉得胃胀气减轻，上午精力也更充沛了。这正是因为蛋白质真正被身体用来供给营养，而不是全拿去当燃料烧掉了。顺带一提，有些长辈早餐爱吃煎蛋配培根、香肠等西式组合，其实这对肠胃更加不友好，因为煎蛋和加工肉类都属高脂肪高盐，空腹吃这么油腻咸香的东西，胃肠负荷极大，反而是一颗水煮蛋配碗清粥小菜，要比煎蛋配腊肉来得温和得多。当然，最理想的还是搭配复合碳水和蔬果，让营养更均衡全面。早餐被称为黄金餐，一天的活力来源，光靠鸡蛋单打独斗可不行哦。最后，我们谈谈鸡蛋摄入量的问题。很多长者受到过时观念影响，担心每天1颗蛋会胆固醇过高，于是干脆很少吃蛋。也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，认为蛋白质越多越好，一天吃3-4个蛋。其实最好的做法是适量适度，一般健康成人每天吃1到2颗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许多研究也指出，这样对心血管并无明显负面影响。医生还表示，不少老年人其实存在营养不良、蛋白质摄取不足的情况，适当增加蛋的摄入反而有益于健康。人体约 70% 的胆固醇是肝脏自行合成的，只有 30% 来自食物，所以不用过分害怕吃蛋导致血胆固醇升高。现代医学研究已证实，健康的人每天摄取鸡蛋并不会显著提升血脂或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因此，长辈们与其忌惮胆固醇，不如注重鸡蛋的烹调方式和整体饮食平衡更实际。当然，若您已有高胆固醇血症、慢性肾脏病等健康问题，还是应遵医嘱调整蛋的摄入量。一句话，空腹吃蛋不可取，要吃就要吃对方式，让鸡蛋发挥长处，避开短处，您的身体才会真正受益。除了烹调和进食时机，鸡蛋跟其他食物的搭配也是大有讲究的。许多长辈可能不知道，某些食物若和鸡蛋一起吃，会互相牵制，甚至产生对肠胃不利的互动，可谓典型的食物相克。下面我们就点名几种常见的鸡蛋雷区组合，务必要避开。禁忌搭配1鸡蛋加浓茶。很多老一辈有饭后喝茶的习惯，有些人早餐刚吃完，鸡蛋也习惯来杯热茶，认为可以去腥解腻、助消化。然而，从科学角度看，吃完鸡蛋立即喝浓茶其实弊大于利。这主要涉及茶叶中的一种成分，叫鞣酸、单宁酸。鞣酸遇上蛋白质，
会发生化学反应，生成鞣酸蛋白质。这种物质具有收敛作用，会抑制肠道蠕动。简单说，原本吃完东西肠子要蠕动，把食物残渣往外推，但如果产生了过多鞣酸蛋白质，肠道动力就被削弱，结果食物残渣在肠道中停留时间大大延长。停久了有什么坏处？便秘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，因为大肠把粪便水分都吸干了，大便变得又干又硬，难以排出。而且粪便滞留过久，里头一些有害物质，比如含氮废物、致癌物，可能重新被肠壁吸收，对身体带来长期不良影响。许多人听到这里，第一反应是，那茶叶蛋不是很危险吗？毕竟茶叶蛋等于鸡蛋在茶水中煮，其实不必过度恐慌。茶叶蛋虽用了茶，但一般茶叶浓度不算高，而且蛋煮透之后，鞣酸大部分留在汤汁中，真正渗入蛋内的并不多。我们真正要警惕的是浓茶配蛋以及饭后马上饮茶的习惯。如果您喝的是特别浓的红茶、普洱或绿茶，恰好刚吃了2颗水煮蛋，那鞣酸摄入量就比较可观了。当下您可能感觉不到，但长期如此，容易发现排便不再顺畅，这和长期茶加蛋的组合脱不了关系。对于肠胃功能本来就弱的老年人来说，更是如此。举个例子，刘阿姨退休后迷上喝浓茶养生，每天饭后都泡一大杯浓浓的铁观音。她早餐常吃鸡蛋配茶，时间一长，发现自己大便愈发干结，2-3天才解一次，而且经常觉得排不干净。直到有次她去看中医调理肠胃，医生询问生活习惯，才指出问题。您吃完蛋就喝这么浓的茶，难怪会便秘啊。刘阿姨半信半疑地改掉这个习惯，不久之后排便真的顺畅许多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长期浓茶配鸡蛋的习惯在悄悄伤害她的肠胃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我们建议吃完鸡蛋后至少隔30到60分钟再喝茶，尤其是浓茶更要缓一缓。如果喜欢在早餐时配点热饮，不妨把茶换成白开水、牛奶或豆浆，既暖胃又不影响蛋白质吸收。如果非茶不喝，那也尽量泡淡一点，少喝一点。事实上，除了茶叶，许多蔬菜，例如韭菜、竹笋也含有鞣酸，但我们照样可以和鸡蛋一起烹调，比如韭菜炒蛋，也没听说谁吃了韭菜炒蛋会便秘或不适。这是因为蔬菜里的鞣酸含量不高，且还有膳食纤维等其他成分综合作用，而有些人泡茶特别浓，那鞣酸浓度就比较高了。总之，茶叶蛋本身不至于一吃就出问题，但我们还是审慎为上，不要养成饭后立刻饮浓茶的习惯，给肠道留点时间好好消化食物，再悠闲的喝杯茶，岂不更好？禁忌搭配2，鸡蛋加柿子，这是一组经常被提起的食物相克。鸡蛋不可与柿子同时的说法，在民间流传甚广，其实背后道理也与刚才的鞣酸有关。柿子，尤其是麝柿，富含鞣酸和果胶。如果在吃了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后，马上吃柿子，柿子中的鞣酸遇到胃里的蛋白质，会迅速形成块状的凝结物，也就是所谓鞣酸蛋白质凝块。再加上果胶是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在胃酸条件下容易与其他成分纠缠结团，于是整坨物质就变得又硬又难消化。这些在胃中形成的胃柿石，轻则滞留在胃里四处游走，摩擦刺激胃黏膜，引起胃痛、消化不良；重则可能卡在胃的出口幽门处，或者进入小肠，造成肠梗阻。医院里确实收治过因吃柿子引发胃结石的案例。一些新闻报道提到，有人空腹连吃好几个柿子，结果胃里竟生成了一颗像鸡蛋那么大的结石，只能用内视镜手术碎石取出。也有人柿子吃太多，导致肠阻塞，不得不开刀治疗。虽然这些极端案例比较少见，但谁也不愿撞上这种大麻烦，对吧？为什么说鸡蛋配柿子特别容易出问题呢？道理在于蛋白质提供了形成凝块的凝结核，空腹吃柿子也容易得胃食，但如果那时胃里刚好有大量蛋白质，比如刚吃完鸡蛋、鱼虾等，鞣酸和蛋白质结合速度更快、更充分，就像滚雪球一样凝成大块，而且蛋白质本身在胃酸中就会凝固，混上鞣酸，纤维后更是越结越硬，最后形成的硬块也许大到无法通过幽门排出，
就滞留在胃里成了一块石头。因此建议吃完富含蛋白的食物后2小时内避免吃柿子等含鞣酸高的水果，尤其早餐若吃了蛋，就不要马上又吃柿子、山楂之类的东西，要吃也尽量隔一阵，并且控制量，一次1小个为限，不要贪多。除了柿子，像山楂、黑枣、莲雾、葡萄柚等水果也含较多鞣酸或果胶，过量同时都有形成胃食的风险。不过一般人不会一口气吃很多这类水果，所以相对少见。柿子因为香甜可口，产季时大家常连吃好几个，特别值得警惕。当然也不必闻柿子色变，正常饭后少量吃点柿子问题不大，只要不与大量高蛋白食物同时下肚即可。还有一个要点是不要空腹吃柿子，古人早就告诫空腹勿食柿，是很有道理的。禁忌搭配3，鸡蛋加生豆浆。前面我们说早餐喝豆浆配鸡蛋是很好的选择，但前提是豆浆要充分煮熟。之所以强调这点，是因为长期以来民间有种传言，豆浆和鸡蛋不能一起吃，一起吃等于白吃。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。豆浆里确实含有胰蛋白酶抑制物，会干扰人体消化蛋白质的酶的作用。鸡蛋清中也有抗胰蛋白酶等物质。如果喝的是未煮熟的生豆浆，再加上吃了蛋清没熟的蛋，两者作用叠加，就可能影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。但现实中，我们喝的豆浆通常都是煮熟的，无论早餐店现磨，还是自己家里用豆浆机打，豆浆在制作过程中都已经煮沸，所以熟豆浆配鸡蛋是没有冲突的，两者营养并不会互相抵消，甚至可以说豆浆和鸡蛋还能营养互补。鸡蛋有丰富的动物蛋白和维生素，豆浆则提供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，矿物质搭配起来更全面，所以豆浆和鸡蛋可以一起吃，不用担心什么等于白吃。但是要注意2点，第一，豆浆一定要煮开，有的人赶时间，豆浆刚一冒泡就倒出来喝，结果相当于没完全煮熟，这种情况下胰蛋白酶抑制物残留较多，就真的会影响蛋白质吸收，甚至刺激肠胃。第二，鸡蛋本身要熟，这点我们在第一部分已强调，如果豆浆没煮开，再加上蛋也是溏心的，那可真是让营养大打折扣，还把风险翻倍了。总之，早餐一杯热豆浆配1颗水煮蛋，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搭配。长辈们尽管放心享用，但务必要确保豆浆煮透，鸡蛋煮熟，就万无一失。顺带提及，牛奶配鸡蛋是另一个经典早餐组合。有些人担心牛奶和鸡蛋一起吃，营养会不会抢跑？其实完全不必担心，牛奶和鸡蛋并不存在冲突，也没有相克的问题，两者同时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营养。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些银发族对乳糖不耐受，空腹喝牛奶容易拉肚子。如果有这种情况，不妨把牛奶留到饭后或2餐之间再喝，或者选择优酪乳等发酵乳制品来搭配鸡蛋，就比较不会不舒服了。禁忌搭配4，鸡蛋加白糖。平日里我们很少直接把生鸡蛋和糖搅拌着吃，但有些甜品菜肴会用到蛋加糖。例如，有的人喜欢在刚煮好的荷包蛋上撒糖，或者搅生蛋黄加红糖调服。网络传言说鸡蛋碰上白糖会产生有毒物质，甚至中毒。其实正常用糖调味不至于产生毒物，但在高温烹调时，糖和蛋白质结合，的确会生成一些糖基化产物。前面提到的糖基赖氨酸就是其中之一，会破坏鸡蛋中部分氨基酸，降低营养价值，并且据称有轻微促凝血作用，对健康不利。因此一般建议煮蛋时不加糖，同时也避免吃太多用大量糖组成的甜蛋料理，比如酒酿蛋之类，毕竟摄入过多糖分对健康不好。传统上一些产妇坐月子会喝甜蛋酒、米酒煮蛋加红糖，偶尔补身喝1-2次无妨，但不宜长期大量食用，否则得不偿失。禁忌搭配5，鸡蛋加味精。家常炒菜很多人喜欢放味精提鲜，不过烹调鸡蛋时没必要加味精。鸡蛋本身就含有丰富的谷氨酸钠，是很鲜的食材，如果再添加过多味精或鸡精，反而掩盖食材原本的鲜味，口感适得其反。同时
高温下过量的谷氨酸钠可能产生不必要的化学变化，虽没有确切证据说有毒，但也不健康。所以煎蛋炒蛋建议用葱花、胡椒粉等调味即可，不需要额外再放味精。禁忌搭配6，鸡蛋加特殊食材。民间有一些关于鸡蛋相克特殊食物的说法，比如传说鸡蛋不能和兔肉同吃，同时会刺激肠胃引起腹泻，或者鸡蛋不要与鹅肉、甲鱼等一起吃，否则不利消化。这类说法多出自中医食疗经验，现代营养学上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，但也提供了一些参考。兔肉性凉，而鸡蛋营养浓厚，同吃或许不好消化，鹅肉肥腻，搭配鸡蛋高蛋白高脂，肠胃负担重，甲鱼属滋补品，跟鸡蛋同炖有可能过于滋腻等等。实际生活中，一般家庭很少把鸡蛋和这些食材一起烹调，所以不必过于担心。但如果您碰巧在外吃饭遇到这种组合菜，建议浅尝即止，不要贪多，以免肠胃不适。饮食因人而异，有些人肠胃敏感，确实可能对某些奇特组合反应不好，自己多留个心眼总没错。烹调方式的讲究。最后，我们再谈谈鸡蛋本身的烹调方式对消化的影响。对老年人来说，烹调方式几乎决定了一道菜是补还是伤。同样一颗鸡蛋，用不同方法做，肠胃的感受可大不一样。最健康易消化的莫过于水煮或清蒸这类低油低盐的做法，最伤肠胃的则要属油炸或煎得过头的做法。很多老人家年轻时可能很爱吃煎蛋，煎到两面焦黄香脆，配白饭特别下饭。然而上了年纪后，这种香脆背后隐藏的负担就凸显出来了。高温煎炸会让蛋白质变性程度加深，形成较难消化的褐变物质。同时鸡蛋会大量吸油，每一口都裹着油脂，长者的胃液分泌和肠道酶活性本就较弱，消化高脂肪食物的效率比年轻人低。吃了太油的煎蛋往往感到胃胀反酸，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腹泻或加重胃食道逆流等问题。更别提经常吃煎炸蛋还会摄入过多油脂含热量，长远看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此外，一些老人喜欢吃咸蛋、皮蛋等加工蛋。咸蛋是用大量食盐腌制，钠含量极高，过量食用会提高血压，伤肾伤血管。皮蛋、松花蛋制作过程中曾经使用含铅配料，虽然后来多改良为无铅工艺，但仍然属高钠高碱食物，吃多了对胃黏膜和肝肾代谢都不好，这些都需要适可而止。因此，建议长者们尽量选择柔和的烹调方式，水煮蛋、蒸蛋、蛋花汤或少油、快炒等。这些做法能最大程度保留鸡蛋的营养，又让它容易消化，不给肠胃添乱。如果要煎蛋，可以使用不粘锅，少放一点橄榄油，将蛋煎至全熟，但不必煎得过焦。尽量避免吃那种煎得焦黑酥脆、滴着油的蛋酥或者油炸荷包蛋，那些虽香，但肠胃可能吃不消。此外，像咸蛋、皮蛋这类加工蛋偶尔尝鲜可以，但不宜天天吃，一次别吃太多。饮食清淡，少油盐，始终是老年健康饮食的基本原则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我们列举的3大禁忌，蛋不熟、空腹吃、乱搭配，其实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：如何让鸡蛋更安全、更容易被身体消化吸收。煮熟是为了杀菌并提高蛋白质吸收率，搭配主食蔬菜是为了让胃肠负担减轻，不当搭配则是避免干扰正常的消化程序。从根本上说，鸡蛋本身没有错，错在我们对它了解不够，用错了方式。认清这些道理之后，鸡蛋照样可以是您餐桌上的营养明星，而不会成为伤害肠胃的元凶。